友们好，欢迎来到走入澳洲，我是明诗。今天想跟朋友们聊聊澳洲的医疗保健制度 Medicare， 谁可以申请加入 Medicare， 需要符合什么样的身份要求， Medicare 卡有几种，有效期有多长，长期居住在海外再回到澳洲需要重新注册吗？孩子可以注册 Medicare 吗？如何注册 Medicare 呢？如果你想了解这些问题，就继续看我们的视频吧。那未来呢，我们还会出系列的视频来帮助朋友们更多的去了解澳洲的医疗保健制度以及澳洲其他种类的福利金。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如果说你觉得我们的视频对你有帮助，也欢迎你给我们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说回 Medicare。Medicare 是澳洲的医疗保健制度，它可以帮助你负担一系列的医疗服务的费用。如果说你有一张有效的 Medicare 卡，那么你在看全额报销账单，也就是 bulk bill 的医生的时候，在公立医院作为公费医疗患者接受治疗的时候，或者呢是领取药物福利计划当中的处方药的时候，就可以得到 Medicare 在费用方面的支持。那不仅如此呢，如果你是以私人患者的身份在公立或者是私立医院治疗， Medicare 卡也是有用的，也可以帮助患者来承担一部分的费用。Medicare 可以帮助支持哪些费用呢？这个话题啊，我们会在以后的视频当中进一步来跟朋友们来分享。那谁可以注册澳洲的国民健保 Medicare 呢？如果说你是澳洲的公民、新西兰的公民、澳洲的永久居民，或者是已经申请了特定的永久居留身份 PR 的人士，虽然说你的 PR 身份还没有获批，也是可以申请加入 Medicare 的。只要是申请的是配偶移民、父母移民，比如说持有173、884临时父母移民签证的人，或者是子女移民、独立技术移民、州担保、雇主担保、难民保护等永居类型的签证，在递交了签证申请，获得了确认信，也就是 acknowledge letter 以后，还有呢，同时你还要得到过桥签证以后，那么即使你的 PR 还没有获批，你也是可以申请 Medicare 的。那这个 Medicare 卡呢，它是一张临时的卡。临时卡的功能呢，跟正式卡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有效期不同。正式卡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临时卡的有效期一般是1年。那另外呢，如果你持有有效的签证，并且父母、配偶或者是子女当中有一个人是澳洲公民，或者呢你持有有效的签证，并且父母、配偶是子女当中有一个人是永久居民的身份，那你也可以申请 Medicare。不仅如此啊，澳洲政府呢还规定了一些临时签证的种类，他们的持有人也是可以加入 Medicare 的。那因为这些种类确实有一点多啊，我们就先不一一说了。我呢会把链接放在信息栏里面，朋友们可以去查询。那如果说你符合可以申请 Medicare 的资格，并且呢年满15岁了，就可以申请注册 Medicare 了，得到一张属于自己的 Medicare 卡了。那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话，每一个家庭最多可以申请到2张卡。有些朋友在注册了 Medicare 以后啊，长期居住在海外，那么再回到澳洲，是否需要重新注册 Medicare 呢？对于澳洲公民来说，如果你之前已经拥有了 Medicare 卡，但是呢，你住在海外超过5年的时间，那有可能啊，你之前的 Medicare 会被取消，因为呢，你可能会被认定为并不是澳洲的税务居民，或者是你每年留在澳洲的时间过短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再回到澳洲的时候是需要重新注册和启动 Medicare 的。那在这个期间的医疗的费用有可能就需要你自己承担了。对于澳洲的永久居民来说啊，如果说你以前已经有 Medicare 卡了，那你居住在海外超过12个月了，当你重新回到澳洲的时候呢，你是需要重新注册澳洲的 Medicare 的，因为你之前的 Medicare 已经无效了。有的朋友问啊，澳洲的 Medicare 能够保障使用者在海外的医疗费用吗？这个答案啊是不能的。但是呢，澳洲政府目前跟11个国家已经签署了
互惠医疗保健协议，它的英文简称是 RHCA。这个协议呢，可以帮助澳洲公民到访这些协议国家的时候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险，其中呢就包括了紧急的护理费用，以及如果你在这些协议国家生病了或者是受伤了，并且呢是不能够等到回澳洲再进行治疗，必须要马上治疗，那么这些费用呢是可以根据互惠协议的情况得到减免的。但是啊，即便如此呢，你还是需要购买旅行健康保险，这个保险呢是不能够省掉的。那相对应的呢，来自这11个协议国家的访客在澳大利亚期间呢，也有权享受一些保险的服务，还有比较便宜的药品。我们来看一下这11个国家分别是谁，有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瑞典、荷兰、芬兰、意大利、比利时、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和挪威。那我们综合上面的几种情况来总结一下，根据使用者不同的身份 ，Medicare 卡呢是分为3种的：绿色卡、蓝色卡还有黄色卡。那绿色卡呢就是永久居民或者是公民持有的 Medicare 卡，它的有效期是5年。那蓝色卡呢是已经递交了永久居民身份 PR 的申请，正在等待身份获批，在这个过程当中持有的临时卡，那一般呢它的有效期是1年。黄颜色的 Medicare 卡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跟澳洲政府签署了互惠医疗保健协议的，来自那11个国家的人士拿的。那这个黄颜色的 Medicare 卡，它的功能呢跟绿色卡是有区别的。那根据申请人的身份不同，在注册 Medicare 的时候所需要的文件也是不同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呢，申请的人需要准备有效的护照、旅行的证件、澳洲移民的身份证件 EMI Card， 还有有效的签证或者是信函的原件，以及澳洲本地银行的账户信息。那建议呢，你在注册 Medicare 之前，可以登录 Services Australia 的网站，或者呢是拨打电话132-011去提前查询问询一下自己需要准备哪些具体的文件。那如果说你需要语言的翻译服务，可以先拨打131-450，那么在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呢，说 Mandarin 普通话，或者是 Cantonese 广东话，或者你可以直接说 Chinese 中文，那么就会有对应的中文工作人员来接听你的电话，帮助你去转接下面的电话了。那这里需要朋友们特别留意的是啊，如果说在未来呢，你的个人信息有任何的变化，比如说联系方式、住址、银行信息有变化了，一定要记得在 Medicare 系统当中去更新这些个人的资料，否则呢会影响到后面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不能够按时拿到 Medicare 报销的费用，或者是影响免疫接种记录等等。那有的朋友啊是刚生了宝宝，或者是家里有小朋友需要注册 Medicare 吗？如果你刚生了宝宝，你需要尽快为新生宝宝注册 Medicare， 可以用医院给你开具的新生婴儿出生证明，英文呢叫做 Newborn Child Declaration， 为宝宝注册 Medicare。 那新生婴儿的定义是宝宝出生52周之内，或者是呢直到他的第1个生日，在这个期间都可以定义为是新生婴儿。那如果说你丢失了这个新生婴儿的出生证明，也不用担心，你需要用另外一个文件来帮助孩子注册 Medicare。 那这个文件呢是孩子的出生证明，叫做 Child's Birth Certificate。 那如果说你的宝宝已经是超过52周大了，那他已经就不是新生婴儿了，那你也要用 Child's Birth Certificate孩子的出生证明来注册 Medicare。 那如果说你的孩子未满15岁，一般情况下呢是跟父母使用同一张 Medicare 卡的，也就是说孩子的名字呢已经在你的 Medicare 卡上了，也就代表着你的孩子他已经是注册了 Medicare 的。那当你的孩子年满15岁以后呢，他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 Medicare 卡了。但是啊，他并不需要重新注册 Medicare，只需要填写一个叫做 MS011 的表格，就可以把自己呢从你的卡中转移出来，到一张独立的 Medicare 卡上。那这个表格的链接呢，我会放在信息栏里面。有的朋友他的孩子是出生在海外，或者是说有的朋友呢是领养的孩子，
那这种情况注册 Medicare 呢，你就需要按照 Services Australia 部门的要求，提供一些额外的证明文件了。有了 Medicare 卡以后，你的报销费用如何到你的手上呢？那 Medicare 呢，它是通过你的澳洲银行账户给你转账的，所以说呢，你需要关联自己最新的澳洲银行账户的信息，这样呢才能够按时收到 Medicare 报销给你的费用。注意哦，一定是澳洲银行的账户信息，不能够是海外银行的账户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去注册 Medicare。首先呢，你可以去到在你附近的国民健保服务中心 Medicare Service Center 注册 Medicare。那在很多 Centrelink 的服务中心呢，同时是设有 Medicare 的服务中心的。如果你看到在 Centrelink 标识的旁边有一个绿色的 Medicare 标识，就代表着这里同时有 Medicare 的服务中心。那你可以登录 Services Australia 的网站，去输入你的邮编或者是居住的地址，在线查询离你最近的 Medicare 服务中心。那这个查询的工具链接呢，我们会放在信息栏里面。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邮寄或者是电邮你的 Medicare 注册表格。那说到这个表格呢，首先你就需要填写一张 Medicare 注册表格，我也会把这个注册表格的下载地址放在信息栏里面。填写好这个注册表格以后呢，你就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把表格邮寄给 Services Australia 部门的 Medicare Enrolment Services， 邮寄地址你可以在信息栏里面找到。或者呢，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把表格交给国民健保注册服务处 Medicare Enrolment Services， 地址呢是 mes@servicesaustralia.gov.au。 那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拨打 Medicare 办事处7天24个小时的热线，电话是132-011。一旦确认你是符合注册的资格的话，你就会立即得到一个 Medicare 的号码，代表着你可以立即使用这个号码了。然后呢，大约在3到4周之内， Medicare 办事处呢就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把 Medicare 卡寄给你。另外啊，你也可以使用电子的 Medicare 卡，也就是使用 Medicare 的网上自助服务，随时随地处理你的 Medicare 的相关事务。你可以下载 Express Plus Medicare App， 这是一款 Medicare 的手机应用软件。但是呢，在下载和使用这款手机软件之前呢，你需要首先准备好一个自己的 MyGov 的网上账户，然后通过 MyGov 的账户去注册一个 Medicare 的网上账户，将这2个账户关联以后，你就可以去下载这个软件使用了。你可以在 App Store、Google Play 或者是 Windows Store 下载和使用这款应用程序。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开通 MyGov 账户以及 Medicare 的账户，可以点击我们信息栏里的链接进行查询。那有些朋友啊，不慎将 Medicare 卡弄坏了、丢失了，或者是这个卡被盗了，该怎么办呢？别担心，你可以给 Medicare 的办事处打电话申请一张新卡，电话依然是132-011， 7天24小时的热线。那你也可以在线去申请这张新卡，你可以使用你的 Medicare 的网上账户，或者是 Express Plus Medicare 的手机应用程序申请补办一张新卡。这个新的卡呢，会在3到4周之内邮寄给你，新卡的卡号是不变的。但是新卡一旦生效呢，旧卡就无效了。那如果你的 Medicare 卡过期了该怎么办呢？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啊，在你的卡即将到期的前4周，那政府部门呢会给你邮寄新卡。所以呢，保持你的邮寄地址的更新就非常的重要了。那当你收到新卡以后呢，记得要正确的去销毁旧卡。如果说你觉得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有帮助到你，欢迎你给我们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你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期提到的网站啊、资讯啊以及工具表格的这些链接呢，你可以在下面的信息栏去找到。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视频当中再见吧。